看谁来与黄昏后。小裙子，令嫔娘娘唤你。你曾经说过，要为本宫上刀山，下火海。 言犹在耳，你不会忘了吧？令嫔娘娘，您需要奴才做什么呀？再过段时间，你就知道了。太后，这3个月以来啊，各宫捐赠的财物都已到位。 更有许多福晋命妇听闻消息之后，纷纷慷慨解囊。这宫事啊，先在这儿摆一日。参与的都是大臣和宫里的人。待神武门外筹备好了，再将宫事移出去，对百姓和商人们开放。到时候啊，筹集的钱财一律捐赠出去。来，太后。 纯贵妃早早拿出了具体的章程，只待皇上看过便可实行。将来神武门外每月逢4开市，陈列百货听凭交易。内务府库存旧物不用运去别处，在这直接出仓，所得货款可以补贴用度，或者全部捐赠。太后，您有时间的时候啊，也可以到这宫事上来转一转，全当是考尽商贾之情。当然了，臣妾也只不过是结合 前朝的情况加以定论，若是太后觉得哪里不妥，臣妾立刻改过。好，好，你的这些想法很好，我喜欢。让你费心了。哪里？太后，到前面去看看，前面有宣德年间的铜器，还有内务府刚制作出来的发廊。令嫔，扮成当炉卖酒的酒娘，滋味如何呀？ 总比独守空房，满口酸话要强多了。哼，你不过得意一时，别太猖狂。得意一时也算得意过，不算白活一场，总比某些人一辈子都没有得意过要强多了。你，明月，那个杯子好看。是啊，好你个魏璎珞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是。太后，发廊摊子还在前头。 听说运来不少西洋玩意儿，都是极新奇的。好太后，这不是寿康宫丢失的东西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你瞧，这个玉扳指，还有这只青玉如意，还有那只花龟拓壶，这不都是寿康宫从前的旧物吗？这好端端的不翼而飞。 整个紫禁城都查遍了，就是不见踪影。如今，竟然在这宫事上出现了。主子，那不是您丢失的绣花搭帘吗？皇后娘娘，您的翠镯和东珠耳饰也在这儿呢。这哪是宫事啊，分明就是贼窝呀！咱们宫里丢的东西，全都在宫事里来出手，这得到的钱呀，还用来补贴宫里的亏空。哼哼。 这算盘打得可真精！太后，一定是有人知道宫事开了，特意将这些珠宝混迹其中，借机来售卖。臣妾不知情啊。太后，宫里宫外开市，难免手忙脚乱。纯贵妃娘娘一时照顾不周，才让人钻了空子，也在所难免嘛。说得轻巧，这宫里的太监们一个个手脚不干净。
背后有无数人悄然运作。这如何运送？怎么翻墙？怎么掩人耳目？又如何分赃？一层一层，一套一套，这谁又知道咱们贵妃收了谁的好处，成了其中一环呢？太后，臣妾真的不知情，不知道是哪个下作东西，借着宫室在销赃。臣妾一定查明缘由，请太后恕罪。我罚了，先走了。主子，纯贵妃，你办事也太不当心了。明明好端端的宫室，竟然混入了赃物。太后明察秋毫，才不怪罪你。但事情传扬出去，对你的名声一定有损。本宫希望你查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是。这个，这两个，还有这个，都是我们延禧宫的。还有那个碟子，我可不像别人财大气粗，穷酸的很呢，还得把这些宝贝全部都带回去。哎，纯贵妃娘娘，刚才璎珞说的话，是不是冒犯了？魏璎珞。你可真是好手段！纯贵妃娘娘在说什么呀？物归原主而已，娘娘怎么这么生气啊？难道他们说的是真的？是娘娘庇护了偷盗的太监？啊不，贵妃娘娘是苏州才女，钱财如此肮脏，自然不会沾上分毫。别人不信娘娘，我信你。好，把延禧宫的东西统统办回去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嫔妾多谢贵妃娘娘。哎，都拿好了。娘娘，五阿哥病了，妹妹没有及时前往，望娘娘恕罪。事情都听说了？听说了，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是有人故意陷害娘娘，在宫室上埋下赃物，打扰了太后娘娘的兴致，抹杀了您的功劳。本来精心准备，想要讨太后欢心的。如此一来，别说有功，不记过就是万幸了。如今人人都说，太监们私下里用我筹备的宫室来销赃，说不定里面有什么猫腻。多年的好名声，一朝全丧尽了。娘娘，您不用担心，太后和皇上还是相信您的，只不过一时碍于面子，等过了这阵子风头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这个魏璎珞从前就喜欢横冲直撞的，去圆明园待了2年，开始耍阴招了。没见他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本宫气得心都疼。姐姐莫生气，迟早有一天，妹妹会替您收拾他。小泉子，你办得很好。
那些赃物啊，被运出去之后都在哪里销售，这个奴才再清楚不过了。不过刚开始啊，奴才也好奇，你说娘娘要把这些东西买回来是干什么用？没想到啊，娘娘一招移花接木，打得纯贵妃措手不及。好了好了，这回算你将功折罪，以后可要老老实实做人，别再偷鸡摸狗了。不敢了，奴才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下去吧。这，站住！娘娘，赏你呢。奴才谢娘娘恩赐。从今往后，奴才上刀山下火海。又是上刀山下火海这套说辞，你没说烦，本宫都听烦。放心吧，纵然你记不得，本宫也会牢牢记住的。这，那奴才先行告退了。璎珞，晌午的时候，你没见纯贵妃的脸色，看到赃物的瞬间变得煞白。被太后诘问的时候，连一句辩解的话都说不出，可真是解气呀。不过是小试牛刀。那遍布紫禁城的流言，是谁传出来的？除了小家嫔，还有他在推波助澜。我也要让他尝一尝，处处被人议论，到底是什么滋味？不说这事儿了。3天后，便是先皇后的忌辰，我会准备好糕点和鲜花。不过，为什么说话吞吞吐吐？到了那日，傅恒大人也一定会去长春宫祭拜，咱们晚一点去，避开他吧。少爷，您在找什么？我的香囊呢？啊，在的。少爷原本藏在身上，换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掉下来，奴才瞧见脏了，便想清理一下。以后不准随便碰我的东西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少爷，你快出来！你别吓额娘！安儿，安儿，少夫人别担心，奴才去那边找一找。你快去，好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好，安儿，小少爷，安儿，小少爷，安儿，你快出来啊！安儿不见了吗？我今天不高兴训斥了他几句，这孩子就藏了起来。求求你帮我找找他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好，我一定帮你找到。管家，管家，少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小少爷怎么会在这儿？小少爷，我们出去玩好不好？快走吧！不要！快！你去告诉乳娘，让她过来把孩子带回去。是。
干什么？你以为我要干什么？我不是你，我不会伤害无辜的生命，更不会做恶意报复的蠢事。希塔拉尔晴，既然做了母亲，就要尽到应有的责任，不要任由孩子乱走。找到安儿了。少夫人，少爷性子好，家世好，如今还立下战功，身居高位，不知有多少人羡慕您。就算以前有千百种误会，如今看在小少爷的份上，也该都化解了，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看刚才少爷对小少爷的模样，您还是有机会的。您可得好好想想清楚，那些想把妹妹、女儿塞进府里的人还少吗？继续僵持下去，不就是给别人腾地方吗？谁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因为我想明白了，以前我那么恨你，那是因为你一心念着魏璎珞，心里从来没有我。如今她已成了令嫔，和你绝无可能了。就算你再痴情，你也会回心转意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，我要是和你僵持的话，不是把你往别人怀里推吗？那我不是成了最大的傻子了吗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傅恒，傅恒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以前是我想不明白，这3年来，你在战场上，虽然我嘴里埋怨着你，可是我一直想着你，盼着你。我每时每刻都希望你能早点归来。哪怕我知道你心里恨透了我，可是我还是想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曾经伤透了我的心，我也报复过你了，傅恒。如今我想和你和解，我想和你好好过日子，我保证。不再闹事了，我保证，我会做好富察家的儿媳，好好做好你的妻子。我可以操持家务，照顾公婆的。我不再应酬了，我不再给我祖父传递消息了。不论你说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求求你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你不是对安儿很好吗？我可以为你生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儿子，好不好？希塔拉尔晴，世事不会尽如你意。当你恼火的时候，要把所有人带向痛苦的深渊。当你后悔了，又想轻而易举的弥补。我告诉你，从你走错那一步开始，就再也不是富察傅恒的妻子。傅恒，傅恒，傅恒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会让你原谅我的，我会让你原谅我的。
们说你我有染，你是立下战功的重臣，皇上自然不会为难。可他迁怒于我，所以，请你离我远一点。你还记得那天漫天大雪，你和尔晴站在一起，如同一对璧人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对自己发誓，从此挥剑断情，见面不识。少爷，起风了，小心身体。青莲，你认为我错了吗？3年过去了，她已经是皇上的女人，可我依旧念念不忘。少爷，您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。活在过去？奴才没有见过令嫔娘娘，但她在短短半年内就青云直上，说明她是一个识时务的人。这样的人，通常都是聪明人，知道过去不可追忆，只会一直向前看。你说的对，璎珞是个永远只会向前看的人。这样的聪明人，往往是无情的，因为过去的一切美好，都会被他们丢弃。不仅仅是回忆，还有人。这么说来，我是那个被丢弃的人吗？不，是少爷执着地抱着过去的梦，迟迟不肯醒来。青莲伺候以来，发现少爷对旧物总是格外珍惜，小到一方砚、一本兵书、一件旧衣，都小心收存。如果仅仅是恋旧，其实并不碍事。可少爷对自己的要求又太高，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。青莲，你是在骂我吗？青莲不敢。青莲听闻少爷在行军途中一路长途跋涉，鞍马劳顿，可为了商定军务，调陈上奏，常常彻夜不眠。连皇上都下了圣旨，虚刻后便强行收走您的奏折。少爷对事对己都如此苛刻，更何况是对感情。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。不，哪怕千万人说您不好，在青莲心里，您都是天底下最好的少爷。明日便是姐姐的忌辰，你去帮我准备一下。是。少爷，夜深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先下去吧，我想陪姐姐待一会儿。姐姐，这一切果然如你所料。你怎么炖的鸡肉，竟泼了傅大人一身？
奴才罪该万死，父皇大人恕罪。傅大人可是要去养心殿的，弄成这样可是殿前失仪。傅大人，这孩子刚进宫，什么也不懂，都怪你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好了，只是一个12、13岁的孩子，不必计较了。可是傅大人，您这样可怎么见皇上？不如奴才帮您清洗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急着要去养心殿。您换下衣裳给奴才，只清洗脏的这一小块，用铁熨斗熨一下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做事毛毛躁躁的，还敢打翻先皇后的祭品，等一下我再收拾你。翡翠姐姐，让奴才去熨吧，也好将功补过。知道错了就好，还不赶快过来？是。傅大人，衣裳准备好了。放下吧。傅大人需要奴才帮忙吗？不用了，放下吧。那大人要是不喜欢宫女伺候，那就让小太监将功折罪吧。小路子，哎，过来把衣裳给大人送进去。是。打翻先皇后的祭品，是要杀头的大罪。今天这件事，就不要传扬出去了。在宫里做事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是。一旦出了事，没有人会把你当小孩子。是，多谢父皇大人。留步。原来你还没走。我是要去养心殿，请告辞了。等等，明玉，你去门口守着。璎珞，去吧。那你们有话快点说，免得又节外生枝。为何还不离开京城？这件事我回去反复想了很久，总觉得你入宫另有目的。你以为我入宫是为了什么？傅恒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我是在圆明园待够了，我不想做低人一等的宫女，更不想一生为奴为婢。有2种可能：一是姐姐的死另有蹊跷；先皇后是自尽而亡，又与他人何干？如果不是这个理由，那就是你恨我。你说什么？璎珞，你一直在恨我。我没有。我许诺要娶你为妻，最后却娶了希塔拉氏。以你的个性，一生都不会原谅我。你太自以为是了。以前的事，我早就忘了。你若痛快骂我一顿，事情就结束了。可偏偏你没有。璎珞，我太了解你了。凡是对不起你的，你都不会原谅。不，我这不是在怪你，是我自己种下的因。我愿意去承担这结果。傅恒，你不属于紫禁城，这里满是陷阱、算计。
你属于战场，可以建功立业，一展平生抱负。走吧，立刻就走。可是我不放心你，我留下来，至少还能看到你，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能够为你做点什么。父皇，璎珞，无论你到底想干什么，我只跟你说一句话：姐姐是真心希望你能幸福，放你自由，让你幸福，是姐姐唯一的心愿。不要为了任何人而牺牲，为了你自己，一定要过得开心。遇到任何困难，只要你说，我一定会帮你。不要什么都自己扛着。你是个人，不是神灵。皇上您看，臣妾说的没错吧？他们二人果然在这儿幽会。父皇给皇上请安。嫔妾给皇上请安。哎，皇上您看他们两个人，从前在长春宫的时候便黏黏糊糊的，如今这令嫔都当了妃子，竟然还不死心，又搅和到一块儿了。嘉嫔娘娘，请您不要胡言。今日是先皇后的忌日，令嫔曾服侍过先皇后，这是偶然撞上了。哼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偶然？还不都是早有预谋？皇上，今天是先皇后的忌日，他们二人却选择在这个地方幽会，非但是恬不知耻，更是大逆不道。幽会？你是亲眼瞧见我们卿卿我我了吗？不过是说了2句话，怎么就成幽会了？整个长春宫数十个太监宫女，全部都是死人吗？你们就是算准了皇上心软，才会相信你们这种鬼话，才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幽会。皇上，他们二人早有私情，如今被逮个正着，还敢弃词狡辩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。除了偶然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没有。魏璎珞，皇上，今日是我姐姐的忌日，我特意来祭奠，因意外耽搁了时间，才和令嫔娘娘撞上。虽说了2句话，也不过都和先皇后有关。朕没有问你，朕在问他。皇上，该说的话，嫔妾都已经说过了。皇上若执意不信，嫔妾也没有办法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根簪子。这簪子好生眼熟啊！娘娘，您忘了吗？这可是令嫔最喜欢的簪子呢。这上头还有独一无二的栀子花图案呢。还说不是幽会，连定情信物都有了。这下可真是人赃并获，捉奸拿双了。魏璎珞，这就是你给朕的回答。皇上，这簪子是娘娘的丢失之物，是有人故意栽赃，这是诬陷呢。刚才那个太监呢？翡翠，立刻把他带过来。是。皇上，刚才那个太监端着祭品撞了我一身，我脱些衣服去更换，才会让他有机可乘。父皇大人反应可真快呀！就算像您说的有人诬陷，那总得有人先盗了令嫔这簪子。可这儿又有谁会费那么大的功夫诬陷你们2个人？奴才从没见过什么簪子，奴才不知道啊。
嘉嫔，戏演得太拙劣了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把人带上来。说吧。你若不说，上刀山下火海，你可要真的体验一遍。回皇上，是嘉嫔娘娘，一切事情都是嘉嫔娘娘指使的，是她要奴才去盗令嫔娘娘的三彩，奴才只是一时贪心，才犯了错误，求皇上开恩，求令嫔娘娘饶命啊！你胡说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！皇上，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个小太监说的，你要相信嫔妾啊，皇上。你若是不从实招来，本宫便将你送给纯贵妃，让她知道你是如何栽赃陷害的。想必她一定很高兴，捉住了你这个罪魁祸首。娘娘，奴才全是按您的吩咐去做事的呀，您回头就把奴才给卖了。你吃着延禧宫的饭，却想着储秀宫，这样吃里扒外的奴才，本宫可不庇护。娘娘，您这使的是连环计呀！你自己想清楚。回皇上，奴才可以对天发誓，都是嘉嫔娘娘设计的。她让奴才去盗窃，还让奴才装成是一时贪心，借机蒙混过关。奴才犯了大错，但令嫔娘娘三番四次的给奴才机会，所以才实话实说的呀。皇上，都是嘉嫔娘娘所为啊！皇上，这小太监是延禧宫的人，他当然会帮着令嫔说话呀，皇上。嘉嫔娘娘，您送给奴才的金子，奴才放床底下了。经手人是您的大宫女兰儿呀。若皇上不信，只要对兰儿严刑审问，一定全招了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没有，臣妾真的没有。从即日起，嘉嫔幽禁储秀宫，随朕命令，不得擅离。不要，皇上，皇上，臣妾知错，臣妾真的知错了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魏璎珞，你竟然害我！究竟是你害我，还是我害你了？贱人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偷取宫中财物，为何选取这方丝帕？我猜想，定是为了营造定情之物的假象，所以我好好留着小犬子，便是为了引你上钩。这么说，我还要谢谢你，小犬子办事很周到，你可真是为我送了一个好人才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告诉你，皇上是阉了我，可他也没有原谅你。你们幽会师事实，皇上再也不想见你。魏璎珞，我完了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
李总管，明明是小家嫔陷害令嫔，怎么皇上还生气呢？这陷害是真，可当年傅恒大人求娶魏璎珞，那也是真的啊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再说了，皇上那令嫔之前不也都知道吗？我说你是不是傻？知道是知道，可亲眼见到两个人在一块儿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你说咱们这万岁爷，这龙袍穿过一回，收回去以后，下回还得换新的，更何况是女人呐？这么说，皇上是彻底放弃令嫔了？呦啊！你小子可以啊，现在都会揣摩圣意了，有前途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我又看不到我的脸，给我擦呀！水是谁负责烧的呀？一点热气都没有。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对不起，明玉姐姐，我在后院换衣，一时没听见。你是内殿伺候的宫女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去换衣了？明玉姐姐，大家都在忙。忙？内殿没人，茶水间没人，耳房没人，院子也没人。延禧宫的其他人到底在忙什么？明玉姐姐，那些人都被内务府拆走了，有说钟粹宫要人修房顶的，有说承乾宫要人整理内院的，御花园洒扫也缺人。内务府各处都有人伺候，怎么差遣起延禧宫的人来了？姐姐，你还不明白，令嫔娘娘受皇上冷眼，大家还不各谋出路啊！轻轻落在我掌心，静静在掌中结冰，相逢是前世注定，痛并把快乐尝尽。明明话那么安心，假装那只是定理，逻辑也不能相信。此生如纸般薄命，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，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。你没办法靠近，绝不是太薄情，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。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，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无情，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？